在新疆沙漠边缘来回穿梭了1个多月，我们终于到达了新疆最西端的大城市喀什，同时这里也是中国最西端的大城市。在夏季的时候，通常晚上11点左右，喀什才会落日。它也是最受游客喜爱的新疆城市之一。喀什的异域风情令无数人向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介绍下喀什。喀什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新疆的西南部，东边是浩瀚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相邻。非常有名的连接中国和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就在这里。我们前去探访了瓦罕走廊，走廊两侧都是巨大的雪山，塔什库尔干河从瓦罕走廊流过，玄奘东归回国时也是经过瓦罕走廊。瓦罕走廊所在的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在3000米左右，所以这里常年能见到雪山。帕米尔高原的景色让人着迷，穆什塔格雪山、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的美景真是世间少有。除了瓦罕走廊，通往巴基斯坦的中巴友谊公路也在这里修建，而这条中巴友谊公路也会路过中国通往巴基斯坦的国门，这个国门的名字就叫红旗拉府。广义上的喀什指的是喀什地区，一共包括10几个县城。我们之前路过的沙车、叶城都属于喀什地区。喀什地区有人口450万，这是中国最西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喀什在古代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在古时候，喀什又被称作喀什噶尔，意思是玉石集中之地。可见新疆南部包括和田在内这些盛产玉石的城市，大多把玉石运送到喀什来交易，足见喀什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商贸重镇。同时，喀什也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儿的香妃墓、喀什古城在中国都是家喻户晓，其中的喀什古城更是令游客趋之若鹜。无论是有新疆特色的开城演出，还是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都在表达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新疆味道。除了这些人文景观，喀什的美食也是大家不能错过的。我们在喀什的半个月时间里，尝试了众多的新疆美食，从最有喀什特色的凉粉到烤肉、缸子肉、鸽子汤，至今这些美食还令我们回味。今天，狒狒文涛就带着大家游览这新疆南部重要的城市喀什。很多人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大家好，我是狒狒。时隔5年，狒狒和文涛又一次回到了喀什。其实呢，这2年我们每年都会来新疆旅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是和喀什错过。那今年呢，喀什作为我们南疆之行非常重要的一站，我们准备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在我们开始游览喀什之前呢，狒狒想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喀什。喀什呢，古称喀什噶尔。那在突厥语中，喀什的意思是玉石，然后在古伊朗语中，噶尔的意思是指的石头或者山的意思，所以连起来呢，喀什也可以叫做玉石之城。喀什这里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域36国的时候呢，这里是属于疏勒国，那后来呢是归西域都护府管辖。我们所熟知的张骞以及东汉的班超都曾经来到过这里。那东汉时期呢，班超更是在这里驻守了17年。然后到了元朝的时期呢，这个地方是成吉思汗的第2个儿子察合台的属地，叫察合台汗国。然后呢，到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喀什地区以及我现在所在的喀什市。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此次喀什之行的第1站，就是我身后的喀什古城。我们现在进城去游览吧。喀什古城这里为游客准备了特别隆重的欢迎仪式，每天好像早晚都有表演。然后现在呢，我们马上赶到第2场的表演了。前面就是喀什古城的东门，大家以后来这儿旅行记得表演是在东门，以后大家导航直接导东门过来。喀什古城现在的状况感觉跟我们5年前来的时候差不了太多。对，我们2017年来的时候，它外围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晚上有灯光，特别漂亮。但是呢，古城里面据说变化特别大，我们也5年没来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到了喀什古城门口，很遗憾时间不对，错过了精彩的开城表演。我们在古城转了转，便去了喀什的市中心。下个视频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喀什古城。狒狒还在古城中拍了一套异域风情的写真，
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愿望。说起新疆啊，很多人都知道新疆的大城市乌鲁木齐。那实际上呢，喀什是要比乌鲁木齐历史更悠久，而且人口更多。那根据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喀什的人口达到了450万，而乌鲁木齐只有刚刚400万。它之前的2019年还是350万，然后2021年已经到达400万了。也就是说呢，喀什地区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站的广场呢，是喀什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叫人民广场。大家看到我身后有一个巨型的毛主席的雕塑。那在雕塑的后面就是我们熟知的5A 景区喀什古城景区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很多游客来喀什，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必须经过的一个广场哈，人民广场。我们现在带大家去转一转吧。人民广场的后面就是人民公园，在后面那个位置，大门朝这儿开着。其实喀什的公园真的非常多。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南湖公园，还有一个北湖公园，然后人民公园。另外呢，周围它有很多很发达的水系、河流，一圈围绕着这个城市，特别的漂亮。那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去转一下喀什这边特别有名的一条路，叫色满路。这条路不是很宽，也不算是一条就是东西南北的主干道，但是这条路呢，我认为是喀什非常有特色的一条，因为这条路上呢，当地人是特别多的，很多游客还不知道，而且这条路上的餐厅呢，有很多就是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其实呢，我们5年前来喀什的时候啊，当时的喀什可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大家看我身后这种新修的高楼大厦，还有这种特别大的酒店哈，当时没有这么多。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来的时候呢，整个喀什的城区基本上就是在现在的古城周围那一圈，以及中西亚大巴扎还有高台民居那一片了。那周围现在新修这些新城区都是后来在原址的规模上扩建的。现在的喀什城区啊，我感觉比我5年前来的时候可以说扩大了1倍都不止。那我们现在住的那个酒店的位置，几乎在当时都是郊区了。有没有感觉现在喀什这个地方啊，汉族人越来越多了哈，是吧？对，但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而且这边的少数民族还挺多的嘛。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维吾尔族，这边还有塔吉克族呀、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很多民族在这里生活。是。不过确实比5年前的时候，感觉内地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这边有很多那种汉族餐厅啊，都挺多的。有没有觉得这边的维族美女特别的多？那必须的。觉得女孩好看哈。对。我和狒狒准备过马路走十字路口，结果发现没有人行道。它这边呢，它有很多大的通道，十字路口必须要走地下通道、地下隧道。然后地下通道建得还挺好。所以哈，我觉得喀什虽然人多车也多，但它交通很有秩序。是。我们来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拥堵。对。大家基本上就是行人过马路啊，走下面，然后上面是横着只有电瓶车过嘛。所以很少堵车这边。是的。你看地下通道建得多大呀！喀什的这条色满路很有历史。不光有着无数的当地美食店，我们还在这边找到了一座100多年前英国驻喀什的领事馆。我们在喀什的一个酒店啊，叫齐尼瓦克宾馆里面，竟然发现了以前英国在这里设立的一个领事馆，叫做齐尼瓦克英国驻喀什的办事处。这个建筑呢是当时1912年建，到现在已经110年了。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这些保存的还是挺好的。这个建筑呢，也可以说它对于研究就是当时的喀什和国外一些商贸关系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们去里面看一看吧。你看这个领事馆虽然100多年了，但是建筑还是保存的挺好的。对。然后你看上面这些灯啊，这些灯还是挺有那个当时那种感觉的。是。这种灯。有的古典欧式的感觉啊。对，还有这个门儿，你看这个门儿。而且这个门儿它就是有那种欧式，但是它也结合了那种伊斯兰那种建筑的风格，综合起来的是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喀什这个地方真是处处充满惊喜，我们都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就外表看上去比较普通吧，其实酒店还是不错的，但在这个院子里后院竟然发现了这么一个100多年的历史古迹。对。
但是不让人进了哈，都锁起来了。对，这个酒店其实还是不错的，它前面有一栋特别高的楼叫皇家大酒店，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叫中巴友谊宾馆。对。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它有个横幅，写的是欢迎，就是攀登乔格里峰的那个队员凯旋什么的。对。还是应该说是规格比较高的一个接待的酒店。对。但这个东西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是的。能在这里看到。你知道吗？那个酒店的以前的旧址哈，就是以前的印巴的领事馆。在卡什领事馆，所以就是那个宾馆了哈。对，是。所以这边就是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外观还是非常的霸气的哈。是。你看这边到处都写了英国领事馆旧址，然后100多年历史，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木质的建筑。但是你看从外面看哈，这个好多建筑都有那种坍塌的或者塌陷的痕迹哈。对，但是这块目前没有围起来，说明这个楼主体还是安全的，有游客可以过去参观、拍照什么的。外面的可能就是木头的哈，年久失修了有点。对，在当时哈，喀什这块它那个对外的经贸关系还是非常发达的，四通八达的，很便利。就包括现在，喀什依然是丝绸之路上就整个商贸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站。对。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喀什的色满路，这条路哈，两侧绿树成荫，夏天走在里面特别凉快。那这条路呢，也是喀什特别有名的鸽子汤一条街。我来到新疆之后呢，我就发现哈，喀什人民特别喜欢吃鸽子。那一般常见的吃法有2种，第一种就是烤鸽子，夜市上比较多。那第二种就是这边特别有名的鸽子汤。我们现在走这个色满路上，鸽子汤的店特别的多哈。我们刚才过的那一段，挨家挨户全都是卖的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什么特色草莓鸽子汤呀，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凯麦尔丁蓝鸽子汤。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找上一家最有名的、评分最高的，去尝一尝，走吧。我们在这条鸽子汤一条街上找了好久，最后当地人给我们推荐有个叫蓝岩鸽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个这个是葡萄藤哈，在前面好漂亮。他们家在主街也有一家店，我不知道是哪个，我们先去这儿问一下。坐哪里？坐在外边也可以，里面也可以。门口那对面一家的。一家的。哦，我以为我们找错了呢。我们现在其实在户外坐着，但是还挺凉快的，上面全是那个葡萄藤，你看，外面是葡萄藤，上面是这种彩带。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菜单，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很饿，就是想尝一下鸽子汤，所以我们直奔重点。哇，这有鸽子汤啊！哦，我听他们说了，它鸽子汤配的是这个鹰嘴豆。鹰嘴豆鸽子汤，然后还有饼和馕，你可以挑。这个是给鸽子汤配的馕啊，对，这种小片片的鸽子汤。这边是什么？这是羔羊肉。对，那我们就要鸽子汤吧。行，老板。我们俩来喀什来了这么多次了，这第一次鼓起勇气来吃这个鸽子汤。我们2017年来喀什，不对，我们来喀什其实就2次。对。时间就次数不多，但时间挺长的。我们2017年来了，待了7、8天吧，大概。然后这次来了也待了大概1个星期了，一直就没有吃过鸽子汤。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以前就我俩都不爱喝汤，我们家里也很少做汤，各种就鸡汤啊、鱼汤我们都做的很少。是。但是来了，毕竟鸽子汤在喀什是一绝嘛，一定要尝一下，走之前一定要尝一下。这么快？来了。好，谢谢。我们的饭上来了。这个汤是送的吗？这就是汤。你好，这个馕是蘸着吃吗？泡着吃哈。哦。好的，谢谢。还挺好闻的，挺香的，挺香的，就有点鸡汤那个味道。是。我们的饭上来了，其实还挺便宜的。我记得我们5年前来的时候，鸽子汤那会儿20、22。对。已经过了5年了，现在30块钱。还行。涨幅不是很大。是的。然后他们这个鸽子其实重点就是这一整只鸽子，一份是一整只鸽子和配一份馕，然后正常的话是1碗汤，但是汤可以续，所以老板看我们2个人给我们送了1碗汤。对，然后这个馕也可以换成面吃。对，然后面就是比馕稍微贵个2块钱吧，就泡在里面吃。对，你可以再单加面都可以。对。然后这个汤你不够可以续，但鸽子就这么一只。对。OK， 可以吃了。鸽子下面配的这个鹰嘴豆。对，他们我看他们说这个鸽子好像要撕着吃，是吧？对，你可以拿个手套或者把手洗干净撕就行了。我先喝口汤吧。哎，你看这个汤上面飘了薄薄的一层油。黄黄的，感觉挺香的哈。对，他们这应该都是熬了好多只鸽子哈，熬出来的汤。
挺鲜的，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喝多了。是的，因为我平时不爱喝汤，然后现在我们吃肉吧。这个馕要蘸着哈。这馕我刚尝了一片，挺好吃的。它馕里面硬不硬？不硬，它这个馕里面有那个调料，有盐什么的，所以本身是有味道的。对，也可以蘸着吃，也可以直接吃，也挺好吃。对，就着肉鸽子肉吃啊。对，我们这个环境真的不错哈，这家。吃肉吧。我们要开始吃鸽子肉了，涛哥给咱马上肢解一下。对，我刚洗了个手，我不敢动，感觉有点残忍。他说一定要撕哈，不撕开这个。哇，哎，这里面好入味儿，感觉，因为它比鸡小嘛。是。看上去挺入味儿的。感觉就一股鸡的味道，对，但是比好像家禽的味道都挺像的，比鸡香一些。我先把这4个腿儿，翅膀上面那是翅膀，对，那头跟鸡一样。那头怎么没了？头都剁了呀。反正咱外面买鸡头也没了，一般。是。尝个鸡腿肉香不香？哎呀，你看这个鸡腿儿，这个鸽子腿儿，感觉小鸡腿儿，好小啊。长点嘛，长点。好，长点。它这个好像也是有调料的，是吧？感觉比鸡肉清淡好多。清淡好多。哇，这一撕的话，里面就其实跟鸡差不多哈。对。跟鸡胸肉这一点哈。现在狒狒不吃这个，狒狒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残忍。这肉啊，感觉很清淡，不像我们那边做鸡，卤的味儿特别重。这是鸽子的翅膀，一点点，没什么肉。我们两个这顿鸽子餐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看文涛俩鸽子肢解的剩这点了。对，好多骨头扔了。吃鸽子最大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就那鸽子很细碎，那骨头都特别的小，那肉特别的难剥，吃起来挺费劲儿的。但是我感觉我吃了一只鸽子没吃饱，我不知道当地人怎么能把这个吃一顿饭吃饱的。因为当地会加面啊，他们那个面就是一个盘儿，然后在这里面，在汤里面就跟汤面一样那样吃。而且还会配馕，这一盘馕才1块钱。对。然后不够可以再加。对。我觉得像我一盘就够了，男的吃2盘馕也就够了。是的。是吧？味道还可以，它不像鸡肉那么浓，你知道吧？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蘸着馕吃真的挺绝的。是。就口口都是那种特别浓香的鸡汤的感觉。来到喀什，除了古城和各种美食之外，还有喀什的艾提嘎尔清真寺不能错过。艾提嘎尔清真寺是整个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始建于1442年，占地达到 1.68 万平方米。进入清真寺内，那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扑面而来。有着强烈伊斯兰风格的各种建筑，如宣礼塔、内外殿，令我们赞叹不已。除了这些大的建筑，很多细节方面的勾画也让游客能感受到那种独特的伊斯兰风情。来到这里参观的不只有很多我们这样的外地游客，也有很多当地的维族游客。看新疆的夏天有多特别，除了狒狒一个人站在太阳地底下，别人都站在树荫下面。感觉树荫下面跟太阳下面两个世界。宽敞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让人站，所有人都挤在小小的树荫下，笑死了。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还在新疆的喀什。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参观一下新疆地区最大的一座清真寺，就是我身后的艾提嘎尔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面积呢，达到了140乘120米，是目前新疆第1大的。我们前段时间去的库车大寺，那个是新疆第2大的。这座清真寺也是游客来喀什必须会来的一个，也算是地标性的建筑啊。这个黄色的外观特漂亮，这个门头看上去不是特别大，但后面超级大。然后这座清真寺也非常的有历史，它始建于公元1442年，当时呢是在明朝的正统年间啊。当时呢，喀什地区的一个统治者首领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葬在了这个位置。那后来呢，他的后人在这里，就他的后裔给他建了这样一个小清真寺。当时的规模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随着后面这些年的每次的逐次的扩建，它形成了目前这种规模140米乘120米，可以说相当大了。目前呢，清真寺是对游客开放可以参观的，但是需要买门票，好像是45块钱。然后前面的人特别多，我们现在先找售票处先买一下票吧。今天也是挺热的，挺晒的。前面那些好多人是在那儿拍照的，因为它是个地标建筑，
另外呢，门里那些人应该是要参观的。就整体而言，我觉得要进去参观人不多，好多是在门口拍照的，拍完就走了。走吧，咱们先去买票吧。我觉得这座清真寺特别有特点哈。其实我们在新疆见过很多那种清真寺的外观，包括像香妃墓，它们整体是以绿色为主的，但这座清真寺是这种黄色，明黄色，很漂亮。到清真寺门口啊，这边真的是泾渭分明。看那边树下面全都是人，然后太阳地底下没几个人，只有我。对，因为太热了，新疆那边就是只要是太阳地底下就特别的热。哦，人不少啊，感觉地儿不止游客啊，还好多当地人啊。对呀，它毕竟是新疆这块最大的嘛，所以疆内很多游客来这儿，他也会来这儿拍拍照、打个卡。是的。我刚突然发现网上可以买门票，比现场买便宜1块钱。我刚买了2张，看，88块钱2张。埃提嘎尔清真寺成人票2张。好了，我们支付了，可以进去了，走吧。我们刚从大清真寺大门的门口进来，这边第一感觉就是绿树成荫啊，里面特别的凉快。对，而且这个规模真的是超级大哈。我们现在已经从清真寺那个大门进来了。其实我身后的这部分就是清真寺那个宣礼塔，这个黄色的这个塔尖，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穹顶，挺漂亮的哈。宣礼塔呢，就是当时哈在这个位置会用一些方式来召集信众来这里做礼拜。然后最早的时候是那儿可能会悬一口钟，或者用铃铛这种方式让周围的人过来。那后来呢，也有火把照明这种方式，再后来就现在都是用那种广播了，通知一下大家。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去逛吧。哎，这里面好凉快啊！我们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这个树啊，绿树成荫的，真是时间长了，真是这地方哈，历史久远的。其实现在很多新建的一些景点啊，根本没这么多树，尤其在新疆。你看这边特漂亮，这都是白杨树吧，是吧？好高啊！走吧，咱们现在往里面走吧。我们就顺着这个往里面走，这里面真超大。我刚看介绍说里面有洗澡堂、讲经堂，还有正殿、大殿什么的，特别大一片面积哈。我们现在往里面走走，其实我们还没有走到它正殿的位置，好大。其实现在的喀什古城哈，虽然它是一个5A 级的景区，但在以前呢，古城这片就是人家当地居民生活的一个聚居区，而这个区域呢，就是以埃提嘎尔为中心的往周围，因为它以前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就宗教地位比较重的一个位置嘛，所以以前的喀什的古民居都是围绕着这个周围的，可见这个地方的地位和作用。进来发现这个清真寺啊，就2个颜色，黄色和绿色，是吧？挺大的里面，它旁边2个这个建筑是什么呀？是不是也？就是召唤阁楼。哦。你看那个地儿还写字儿了。哦，对对。召唤阁楼就是当时呢，可能你看这周围一大片广场吧，就是在以前过那种重大节日的时候，像古尔邦节什么的，对，信众会在这里，然后上面会有人那个。哦。就是这个位置。召唤过来。对。还有这边也有2个召唤阁楼，一左一右。这就到清真寺的主体了哈，能进去吗？我刚刚才知道，我们这个门票还包括讲解了，里面讲解马上开始了，要脱鞋子进去。哎，有。我们俩把鞋放一起，这个地方要脱鞋。对。我穿了个袜子。黄袜子，里面现在马上要讲解了，去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埃提嘎尔清真寺的正殿里面了。刚刚这边有讲解员给我们讲了一遍哈，但当时他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录像，所以我再给大家大概的复述一遍。他跟我们讲哈，这个里面有18根柱子。这18根柱子因为是出自于不同人的手，而且是纯手工做的，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2根。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柱子它就比那边的粗一点，而且这个花纹的高度会低一点，而那个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就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些柱子整个撑起了这个穹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个挂毯啊，这个挂毯这个白色是纯羊毛的，然后这个是16织染成的。这个颜色，然后这块还有好多这种蓝色的凳子，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就说是身体不好的、老弱病残，就是他们做礼拜的时候会坐在这儿。其实这个里面特别的凉快凉爽，像上面有风扇。其实这个主体是最早的，就有几百年历史的最早的，但是后面像这些暖气啊、空调啊、风扇都是后来这边当地政府给他们重新又加建的。另外这边凉快还有一个原因哈，看这个墙，这个墙的厚度达到了1.2米，这么厚的墙，从窗户这儿能看到。你看这边，看这个厚度，1.2米的厚度。你看，我现在都够不到那边，特别厚的一堵墙，因为这边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嘛。中午有太阳的时候特别热。走吧，咱们去下一个店。其实，对，这还有暖气。其实讲解员讲完之后，我们还是受益匪浅的，但是能给大家复述的，我觉得有精华就这么多。其实里面那个区域只是一小部分，它更大的其实是在外面的。那个正殿出来之后，两侧都是这种，但现在呢，目前就是围栏里面呢，我们只能看，可以拍照，然后不能进去。我们已经从那个里面出来了，那个是正殿，然后正殿又分内殿和外殿。我们刚在里面就挂着那个挂毯的，很贵那个挂毯，那个就是内殿。然后外面这个房檐下这块就是外殿，整个内殿外殿加起来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在这里做礼拜，是比库车大寺还要大的。现在我们出来了，就在这个里面随处去走走吧。整个清真寺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喧闹的5A 景区里面还是很安静的，因为这个外面就是喀什古城嘛。到了古城里面呢，游客啊、商铺叫卖啊，还有那种车的那个车声音、铃铛声音都很响，但这块超安静。这里面有2座召唤阁楼，左右两侧各一个。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下哈，因为我知道那个宣礼塔呢是召唤信众来做礼拜的。然后里面的讲解员告诉我说，宣礼塔包括前面那个门牌那一块都是后来才建的。那最早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2个召唤的阁楼，在这个里面，因为它可能位置高一点，然后声音可能扩散的远一些，在这里面来召唤周围的人来这里做礼拜，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我们在别的清真寺还没有见过，是的，来到这儿才看到了。就这个，目前呢这些全都围起来了，因为它也是历史比较久嘛。你看那个墙上的砖，虽然已经修缮过很多次，但还是有些都缺了哈，有缺口，而且这个楼梯是木质的，在这里风吹雨淋的，肯定也是不太安全了，所以这块是不对游客开放的。我觉得这一块儿它之所以有2个，这可能就因为这边的信众比较多哈，这个清真寺也比较大，对吧？对，因为这一块周围的人都是沿着清真寺这样一圈一圈住开的嘛，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了。是的。危险区域请勿靠近，就是因为这个年代太久了，上面的木质的结构有很多残破，可能是害怕出问题吧，安全问题。哇，还有灯，这种灯感觉也很有年代感。哇，这边还有一个维族的孙悟空，这也太牛了吧！